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游乐园这种地方为什么总能让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回忆？它承载着我们童年的欢笑，年少的疯狂，甚至是一点点心底的不安。可是当灯光熄灭，欢笑散去，游乐园变成废墟之后，这些记忆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？会不会这些欢笑变成了另一种声音，一种我们无法理解却无法忽视的存在？今天我就要带你们走进台湾4大废弃游乐园的灵异传说，揭开那些埋藏在欢乐背后的未知秘密。我们会从新北碧潭的幸福乐园开始，聊到被称为南台湾华草王国的杰生游乐园，再到因921地震荒废的雾野乐园，还有那个至今夜晚仍传出音乐声的暮光乐园。每一个游乐园都有它的故事，有些是历史，有些是传说，但还有一些则来自于曾经走进那里却再也没能真正走出来的人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，请打开你的耳朵，准备好依偎。接下来的每一个故事都可能会在夜里出现在你的梦中。那么我们准备出发了。记住，这些游乐园从未真正废弃，只是他们的游客可能换了一种形式。现在先别关灯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遗忘之地吧。大家都有过游乐园的回忆吧？那是满载童年欢笑的地方，无论是转动的摩天轮，还是滑稽的旋转木马，总能让人回想起纯真的快乐时光。然而，你是否想过，当夜晚降临，灯光熄灭，游乐园里的欢笑声消失后，又会留下些什么？游乐园是一个集合梦想与欢乐的地方，但这些梦想是否永远明亮？当摩天轮停止转动，座椅上满是灰尘，旋转木马的彩旗剥落，废墟之中是否还残留着那些曾经的游客？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舍不得离开？有个传说说，废弃的游乐园是灵体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被吸引到热闹的声音，而当这些声音静止，他们便取而代之，制造另一种热闹。你听见了吗？那远处被荒草掩盖的摩天轮好像正在慢慢的开始转动了。这次我们要走进4座废弃的游乐园，每一座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灯光熄灭，人群散去，谁还留在里面？是那些徘徊不去的影子，还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？当你听完这些故事后，或许你会发现，真正诡异的其实并不是游乐园本身，而是它如何反射我们心中的阴影。1990年代，台北郊区的星际奇幻乐园曾是一个象征梦想的地方。宇宙飞船形状的入口，巨大的外星人雕塑，以及无数闪烁的星光灯饰，吸引了无数家庭周末前来玩乐。过山车星际航行是当时的王牌设施，人们排上几小时的队，只为感受如同宇宙穿梭的快感。然而1995年的一场缆车事故改变了一切。那一天，一列缆车在运行途中脱轨，几名乘客坠入深谷。事后调查认定是设施老化和维护不足导致的意外，但一些员工开始悄悄传言，说当天值班员工听见缆车启动前，似乎有孩子在车内低声笑着说：“我们出发吧。”事故之后，游乐园人气大减，最终在2000年关闭。如今园内大部分设施已破败不堪，唯独那些外星人雕塑仍矗立在荒草间，仿佛注视着每个进入的人。废弃后的乐园成为探险爱好者的试胆地点，特别是缆车事故的过山车平台，据说到了深夜依然会传出机械运转的声音。有人声称看到缆车自行启动，有时甚至听见孩子的笑声与尖叫声交织。那是初秋的一个深夜，一群大学生抱着挑战极限的心态翻墙进入星际奇幻乐园。他们打着手电，穿过生锈的旋转木马，踩过杂草丛生的步道，最后来到过山车的缆车平台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好像比其他地方冷？
其中一个女生抱着胳膊说，空气中带着一股金属氧化的味道，时冷又刺骨。另一个男生笑着安慰她，别怕，说不定是外星人要来接我们回木星呢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低语声忽然从缆车方向传来，像是有人在说话，但语言模糊不清，似有似无。谁在那里？队伍中的一个男生大喊，但没有人回答。几秒后，静止多年的缆车突然嘎吱一声动了起来，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回荡在黑夜中，缓慢带有节奏，仿佛有人坐在里面。不可能吧，这里已经断电20年了。领头的男生一边嘟囔着，一边拿出手机对着缆车拍摄。就在光线扫过缆车的那一刻，他们全都愣住了。每一节缆车里隐约坐着几个模糊的影子，孩子大小的身形，面容模糊，却整齐地盯着他们的方向。女生尖叫着拉住队伍，我们走吧，这里不对劲。但领头的男生却似乎被某种力量吸引，站在原地不动。他的嘴唇发抖，轻声说，你们听见了吗？他们在唱歌。几分钟后，他们终于成功将领头男生拉出乐园，但离开时，他的表情越来越恍惚，嘴里一直哼着一首他们听不懂的儿歌。回到学校后，他们检查录下的视频，画面中缆车里那些模糊的影子忽然变得清晰，每个乘客的脸上竟然是他们自己的脸，但都呈现一种异常扭曲的笑容。更奇怪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男生失踪了，宿舍床铺上只留下一句话，用手指在尘土中写着，我们出发吧。几天后，警方调查发现，当年的缆车事故中，一名10岁的小男孩的遗体一直未被找到，而那首低声哼唱的儿歌，正是当年失踪男孩在事故前最爱唱的一首歌。这一夜过后，大学生们再也没有踏足废弃游乐园，但他们说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依然会听见那轻声哼唱的旋律回荡在耳边。也许那些游客真的从未离开。1970年代，雾隐乐园以奇幻森林的概念诞生，游乐园依山而建，游客步入其中，便如同进入魔法森林的世界。最令人惊艳的是乐园中央的雕刻树群，每棵树干上刻着不同的脸孔，或慈祥或诡异。传说每张脸孔都蕴藏着森林的守护神灵。乐园以人与自然共存为理念，却在921地震中遭到重创。园内的树木因地震造成的土壤变化而迅速生长，整个园区被吞噬在浓密的植被之中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当地居民开始流传一些怪异的传闻。他们说，那些树好像拥有自己的生命，会记住进入乐园的人。有人进去后总感觉被注视，有人甚至声称听见了树木低语的声音。某个夏季的夜晚，一对大学生情侣抱着冒险的心态来到无眼乐园，试图揭开关于会记住人的树的谜团。进入乐园后，男生忍不住折下了一根树枝当作纪念，并对着女友打趣，带回去种在宿舍里，说不定能长出钱来。但正是这个动作为他们接下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。夜色下，雾隐乐园静得出奇，只有风声穿过树梢，发出如低语般的嗡鸣。树木高耸入云，枝叶在手电筒的光线下形成奇怪的影子。两人走进乐园中央，发现了一棵特别巨大的古树，树干上刻着一张狰狞的脸，眼睛像是在注视着他们。这也太真了吧。男生抬手抚摸那张脸，木纹在触感下竟带着一丝温暖，仿佛还活着。地上落满了像碎骨般的枯枝，他下意识地踢开了一根，但却听到一声似有似无的咔嚓，像骨头被踩碎的声音。你有听到吗？女生拉住他的手，神色紧张。男生笑着安慰他，别吓自己，是你想太多了。但就在这时，耳边传来无线电般的沙沙声，模糊的低语混杂其中，别碰他，他会记得。他们大惊失色，四下扫视，但周围只有静止的树木和死寂的空气。惊恐之中，两人决定立即离开。然而当他们走远后，女生回头望了一眼，
却看到那张狰狞的树脸似乎微微改变了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了嘲讽的笑容。两人下山后，试图说服自己刚刚的一切只是幻觉，但当医生整理手机照片时，惊恐地发现每张照片的背景都有同一棵巨树，树脸逐渐变得更加清晰、夸张，直到最后一张，树脸上竟然出现了男生的模样，眼神空洞，嘴角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女生忍不住尖叫，却发现男生自从回到宿舍后便一直沉默，甚至坐在床边盯着手中的那根折断的树枝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却有些陌生。他说，我不应该带走他，但已经晚了。当晚，男生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，警方找到他的车，撞在半山腰的一棵大树上，而那棵树上依稀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，与那天乐园里的巨树一模一样。有些地方的确是被遗忘的，但有些存在却永远记得我们。雾隐乐园的树或许不只是静止的植物，当你走进它们时，也许它们正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记住你的面孔，而它们从不会忘记。下次记得尊重它们，因为你或许会成为它们的一部分。寂寞水世界曾是1980年代高雄最热闹的水上乐园，那里有巨大的滑水道、高高低低的跳水台以及人造浪池，是当时家庭出游的必选之地。乐园充满了孩子的笑声，浪池里嬉戏的身影是这里最生动的风景。然而，连年的台风侵袭让园区损坏不堪，滑水道被吹得东倒西歪，浪池底部开始长出青苔。2003年，水世界因无力修复而永久关闭，但在乐园废弃后，园区内开始流传各种怪异传闻。有人半夜经过乐园，听见滑水道下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也有人说看见滑水道上有影子在移动。某一天深夜，几名中学生因好奇心驱使，翻墙进入了寂寞水世界。当他们的手电筒照亮滑水道时，却发现滑水道顶端模模糊糊地站着一个人影。那人无脸无目，身体微微晃动，仿佛随时会滑下来。谁在那里？一个男生大喊，但那个影子只是静静地盯着他们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下一刻，他们听见滑水道底部传来阵阵水声。奇怪的是，这座乐园早已断水多年。探险队的胆大者阿健决定爬上滑水道一探究竟。你们不觉得有点毛吗？有人压低声音说。别怕了，那可能只是风把什么东西吹动了。阿健故作镇定，但握住梯子的手却轻轻颤抖。滑水道平台陡峭而陈旧，金属表面早已生锈，散发出潮湿腐烂的气味。阿健回头看了一眼，向下大喊，没事，只是一些垃圾。话未说完，他脚下一滑，顺住滑水道直冲而下。队友们的手电光跟住滑道底部移动，但当阿健应该滑到尽头时，他却不见了。他去哪里了？有人开始慌乱地四处搜寻。更诡异的是，滑道的出口早已被水泥封死，怎么可能有人滑下去？就在众人惊慌失措之时，对面的浪池传来了一声轻响。他们循声望去，看到阿健正站在浪池中央，浑身湿透，低着头，仿佛正在喃喃自语。阿健，你没事吧？队友急忙跑过去，但靠近后只听见他嘶哑的声音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里面好冷，他们还在玩，你们快走。众人不敢多留，匆匆搀扶着阿健往出口跑去。当他们钻出乐园围墙，终于松了一口气时，却发现停在路边的车窗上出现了一串湿漉漉的手印，仿佛有一双小手从内侧按上去一般。这是什么？女生颤抖着问。我们刚刚没人进过车啊。手电光在车内扫过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但他们都不曾留意，车后座的玻璃上有一张模糊的水迹影像，像是一个没有五官的人正对着他们微笑。几天后，阿健告诉朋友，他总能在睡梦中听见水声和孩子的笑声。他说，在那浪池里，他感觉被无数湿冷的小手拉住，这些手拉着他，让他加入他们的游戏。
他说不清楚那些影子是什么，只记得一个声音轻声在他耳边说：我们好寂寞。寂寞水世界曾经是欢乐的海洋，但当笑声消失，它也许成为了一个孤独灵魂的栖息地。水滑道上的游客，浪之中传来的水声，可能不是游乐园的回忆，而是那些被遗忘的存在，仍在等待着陪伴。如果你还想探险，记住，不要打扰那些依然玩耍的影子，因为他们正在等你。1985年，暮光乐园以马戏团为主题开幕，主打华丽的夜间表演。夜色笼罩下，乐园的中央舞台灯光璀璨，伴随小丑、驯兽师和空中特技的精彩演出，曾吸引无数游客前来。然而，这份荣耀只维持了短短10年。1996年的某个冬夜，因财务问题，乐园宣布关闭。传说在闭园当晚，中央舞台上一场表演因团员争执突发意外，竟有人当众自尽。从那之后，这座乐园就再没有人踏入，而舞台则成为灵异事件的焦点。暮光乐园荒废后，对于胆子大的人来说，这里成为挑战极限的探险地点。特别是中央舞台，传言午夜时分，总会出现一位穿着白衣的女子在月光下翩翩起舞，但无人敢靠近。有人说，这名女子的影子异常巨大，随着音乐起伏，甚至能覆盖整个乐园。某天深夜，一群好奇的探险者决定闯入暮光乐园。他们翻过破败的围墙，进入这座被杂草吞噬的乐园。手电筒的光线划破黑暗，照亮了荒凉的游乐设施，生锈的摩天轮，断裂的旋转木马，以及覆满尘土的售票亭。这里可比网上的照片更诡异。一个女生压低声音说：别吓自己，都是些破东西而已。领头的男生勉强笑着，但他握住手电的手明显在颤抖。走到中央舞台时，他们全都停住了脚步。月光下，一个白衣女子正站在舞台中央，缓缓起舞。她的舞姿轻盈却不协调，像是被无形的线拉扯着，每一步都显得僵硬诡异。女生低声问：她是真人吗？正当他们犹豫着是否要靠近时，空气中突然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，旋律凄美而哀伤，仿佛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。这不可能，这里怎么可能有音乐？男生咽了口唾沫，但那音乐却越来越清晰，似乎在召唤他们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向舞台靠近，然而就在距离舞台不到5米时，那位白衣女子猛然停下动作，缓缓转身朝他们看来。手电筒的光落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脸竟然一片空白，没有五官。乐声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尖锐的弦音，像是在空气中抽搐，令每个人毛骨悚然。突然，女子的影子从地面升起，像是活了一样，朝他们包围过来。快跑！有人尖叫。他们丢下手电筒，疯狂地逃离那个诡异的舞台。背后的影子仿佛在追逐，无论他们跑多远，那压迫感都如影随形。回到安全地带后，他们气喘吁吁地停下，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然而，当其中一个人拿出手机查看录音时，脸色顿时煞白。录音软件不知道何时被自动启动，里面清晰地记录着一段陌生的声音：欢迎来到暮光乐园，请享受我们的表演，永远不要离开录音结束的最后几秒。依稀可以听见那悠扬的小提琴声再次在耳边响起。暮光乐园的灯光早已熄灭，却似乎仍在夜晚上演着某种仪式的表演。那些被遗忘的身影，也许从未真正离开，他们等待着新观众，邀请他们参加永不停歇的演出。有些地方的确被遗忘，但有些存在却永远记得我们。废弃的游乐园，他们静默地矗立在时间的深处，承载着曾经的欢笑与悲鸣，仿佛在等着什么。碧潭的摩天轮静静转动，寂寞水世界的滑水道依然低声私语。暮光乐园的舞台上，音乐未曾停歇，而雾眼乐园的树则在阴影中缓慢的、执着地记住每一个闯入者的模样。你或许觉得这些故事荒诞不经，
但下一次，当你走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，是否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注视？一阵细微的耳语，你听见的声音，或许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们并未离开。那些废弃的乐园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热闹。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每一个冒险者，无论是勇敢还是无知。或许他们在等待的不仅仅是回忆，而是某些从未消失的游客。下次当你被某个废弃的游乐园吸引时，记住不要打扰那些沉睡的影子，因为他们可能正在等待你成为一部分。一旦走进去，笑声可能不再是你唯一的回忆，而是那些存在的印记。尊重他们，别让他们记住你，因为有些游乐园永远不会真正废弃。